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下午在北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视频峰会，双方重点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呼吁德法与中国共同支持俄乌和谈，推动双方维护谈判势头，克服困难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带来很多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合作。中欧在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要拿出担当，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双方要加强对话，坚持合作，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中国的发展将为中欧合作带来更大空间，双方要继续本着互利共赢原则，持续深化绿色、数字伙伴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双方要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推进重大全球性议程。马克龙、舒尔茨表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单打独斗只会使形势恶化。欧方重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重要和积极作用，愿同中方紧密合作，共同努力解决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重大全球性挑战。欧方愿同中方一道，办好欧中领导人会晤，推动法中、德中以及欧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双方重点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马克龙、舒尔茨介绍了对当前乌克兰局势的看法和立场，表示欧洲正面临2战以来最严重危机，法德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给和平一个机会。感谢中方提出人道主义局势倡议，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劝和促谈，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产生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习近平强调，当前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深感痛惜。中方主张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当务之急是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中方赞赏法德为斡旋乌克兰局势所做努力，愿同法方、德方和欧方保持沟通和协调，根据当事各方需要，同国际社会一道发挥积极作用。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共同支持俄乌和谈，推动双方维护谈判势头，克服困难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我们要呼吁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中方提出了关于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的6点倡议，愿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我们要一起努力减少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关制裁对全球金融、能源、交通供应链稳定都会造成冲击，拖累疫情下负重前行的世界经济，对各方都不利。我们要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方支持法德2国从欧洲自身利益出发，为欧洲持久安全着想，坚持战略自主，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中方也乐见欧、俄、美及北约开展平等对话。双方还就伊朗核问题交换了意见。值得注意的是，中法德3国领导人视频峰会是近年来大国外交的创新形式。去年举行过2次，第一次是在2021年4月16号，3国领导人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磋商；第二次是去年7月5号，3国领导人就中欧关系进行探讨。观察指出，3国领导人视频峰会这种创新形式有利于3国互相了解，增加互信，更有利于把中欧关系带上稳定、可预期和持续发展的轨道，让前景与方向变得更明朗。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全国两会日程过半，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依法治军这个强军之基。那么吴先生，您对此是如何学习领会的呢？习主席说，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同样的道理，国家有机组成部分的军队要走向现代化，法治是必由之路。党的18大以来，中央全面扭转部队风气，弘扬部队战斗作风。习主席在15年批准了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对重大问题
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今呢，被称为深化国防军队改革的第3大重大战役，也就是政策制度改革正向纵深推进，军事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密集出台，如何深化落实，化作行为本能和内心敬畏就成了关键了。正如习主席多次所强调的，提高官兵的法治素质是决定依法治军成果的关键。就像这次会议上，习主席同多位军队武警代表交流，反映了中央积极动员广大官兵投身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伟大实践，自觉崇尚法治，刻苦学习法治，严格厉行法治，坚持法治建设与思想政治建设相结合，努力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法治氛围，让依法治军成为我们实现强军梦的助推器。从历史上看，那么您觉得为什么依法治军和用先进武器武装一支军队一样重要呢？很简单，武器不是战争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法治的优点归结起来，无非严明2字。所谓严，认法不认人，有所犯必有所惩，且必然令犯者付出高昂代价。所谓明呢，就是让谁都明白何可为，何不可为。面对法条，无需他人示意，正气就自然上升，上下自然用心，大事自然可成。那么再回到今天，我们依法治军，更强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不妨举个例子，就是昨天向习主席汇报的海军代表梁阳，32年前他只是补给舰上的电工兵，海工大毕业后，从037导弹艇的机电长干起，在严格的舰艇长全训合格考试制度下，一步步走上了主战舰的领导岗位。就像当年老海军司令员刘华清说的，一个舰长、艇长深系价值几千万、上亿元的舰艇的沉浮，深系未来海战的胜负，吃大锅饭可不行，要定一套制度来规范他们的责任，并按国家标准考核，合格的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不合格的，对不起，调离岗位，另行安排或转业。这就是典型的依法治军。而他在当联合国维和观察员的时候，也在同31国军人的合作中学法、知法、用法，经过了维和标准流程、北约标准通联用语、电台使用及通规等等16门课程的考核，深刻理解依法治军、依法强军的重大意义。主持人。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二上午，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提到反外国制裁法，现场掌声雷动。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周二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21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党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总结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制定党的第3个历史决议，如期实现第1个100年奋斗目标。谈及进一步完善宪法相关法，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栗战书说，健全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更好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栗战书指出，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这2个附件的修订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形成一套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新选举制度使爱国者治港稳稳落地，从政治上、制度上根本性地推动香港形成
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真正落实一国两制的良政善治，迎来了支持和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全新局面。谈及立法工作，栗战书介绍，1年来制定法律17件，修改法律22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10件，正在审议的法律案19件，决定批准双边条约和加入国际公约6件，与时俱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及时反映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及时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其中包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国家安全领域法律制度体系，制定数据安全法，起草并审议通过陆地国界法，制定反外国制裁法，健全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的法律制度。根据这部法律，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损害我国国家、组织和个人利益的行为，我国都有权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保护我国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制定和实施这部法律的目的是通过立法反制外国制裁、干涉和长臂管辖，这是很多国家的通常做法。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是一部指向性、针对性很强的专门法律，突出的是一个“反”字，是应对遏制打压的防御措施，与一些国家的单边制裁有本质区别。就2022年工作，栗战书表示，今年要重点做好7方面工作：一是深入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二是用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三是增强立法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四是认真做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五是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六是认真做好人大对外工作；七是按照4个机关要求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21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25.6万件，判处罪犯171.5万人，8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持续处于低位，占全部刑事案件比重稳步下降。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强调，法院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间谍窃密、邪教等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报告中专门举例提到，对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李亨利依法定罪判刑。相关话题来连线特别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栗战书今天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特别指出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健全了特区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主持人好，今天呢是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1周年。去年的今日，全国人大决定修订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全面、完整、准确地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之后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具体的法律修订条文，修订了香港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香港新选制呢，不仅维护了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也扩大了香港民主基础，从制度上落实一国两制的良政善治。去年呢，香港在新选制下举行了2场选举，选委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受到了民众的认同。今年的特首选举呢，因为香港疫情爆发而推后，相信呢一定能够选出爱国爱港、有能力促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新特首。香港新选制究竟带来了什么呢？我想呢有3点：一是实现了香港有乱机制摆脱了政治支流的羁绊；二是民主基础的扩大呢，使得
港人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得到更充分的保障。香港呢，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民生，破解困扰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三是香港社会各界开始向北望，期望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此呢来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这一年呢，我们都感到香港的巨大变化，香港和内地的凝聚力在增强，特区政府的执政目标更加聚焦于为民众谋福祉。香港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中央和内地援港行动也在加强，那么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那么您对于香港战役前景是如何评估？香港战役对全国、对世界又有何影响呢？这是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中央和内地对援港抗疫不计成本？因为呢，香港抗疫的进展和成效影响全国，影响世界经济稳定。香港疫情呢，也对大湾区的一些城市产生了外溢效应。深圳、东莞等地的这个防疫抗疫一样是面临挑战，因此呢，有这样一句话：援助香港抗疫就是帮助大湾区抗疫，就是保证全国的安全。如果香港疫情失守，那么奥密克戎呢，有可能突破广东，进而向内地蔓延。可以说，香港抗疫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所以呢，中央和内地这个援港抗疫是不计成本，照单全收。那么从国际视角看呢，香港防疫抗疫的成功与否，还会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这个香港安全呢，则中国安全；中国呢，就能向世界输送各类物资和产品，稳定世界经济。2021年，全球呢都经受了新冠疫情的笼饭轰炸，经济增长呢都比较差。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1%，中国货物出口增长了21.2%呢？美国增加了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但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什么还在增加呢？中国疫情防控的好啊，对这个制造业呢影响比较小。疫情防控对中国的重要性，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今年呢显得是尤其紧迫。俄乌军事冲突把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经济呢都打入到不确定的状态中，物价高升，能源价格飙升，还有前所未有的几百万难民的安置，这欧美经济呢已经进入风雨飘摇之中。而中国的经济稳定有望成为对冲西方经济不稳定的压舱石。而要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最关键的呢就是要做好疫情防控，不能让疫情影响生产，不能让香港这个疫情呢扩散到大湾区，进而扩散到这个广袤的内地其他地方。可以这么说呢，香港疫情防控好，就能够保障中国的经济安全，这世界经济呢也便有了稳定器、动力源。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二，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会议结束后，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水利部部长李国英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位于北京梅地亚中心的记者采访，回应国际民生大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唐平从梅地亚中心发回观察。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台籍代表委员聚焦两岸关系，热议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王贝妮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林娜，一起来听一听他有关深化两岸青少年融合交流的提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在资金、人才、孵化平台搭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部长肖亚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从去年数据来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下一步要进一步扩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规模，在已有基础上，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创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路径，增加数量。肖亚庆还介绍了我国 5G 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的5G 呢，网络呢是世界最领先的、最大规模的网络建设。我们的基站总数已经超过了142.5万座，实际连接的用户呢也超过了5亿。我们下一步呢还是要在这个基础基站上进一步下功夫，现在还不够，是吧？今年力争要超过200万座，在发展5G 的同时，在考虑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演进，
方向、演进的技术路线，为我们下一代通信技术，就是6G 的发展呢，要提前谋划、提前做好部署。这也是5G 发展的成果，也是5G 未来发展的延续。今年全国两会的第2场部长通道开启，科技部、工信部、水利部3位部长走上通道。从他们的回答中，我感受到了中国各方面事业取得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科技部部长特别提到了要支持青年科学人才，而工信部提到了要扶持中小企业、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提到了5G 和专精特新企业。水利部部长提到了河湖长治。今年参加全国两会的台籍代表委员聚焦两岸关系，热议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张泽熙建议，应理直气壮向台胞讲清统一是正道，台独是绝路，让台青了解历史，认清岛内民粹本质，也对台青来大陆创业就业实施更精准帮助，解决好水土不服问题。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江尔雄建议，启动开展征集以两岸家书为主的涉台文献，增强两岸历史记忆的保存及传承的紧迫感。值得注意的是，棒球运动在台湾青少年中十分流行，这项运动同样受到深圳青少年的喜爱。全国政协委员、台盟广东省委会副主委、深圳市政协副秘书长林娜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两岸规模最大的单项体育赛事，2017至2019年来自两岸的116支学生棒球队伍，近3000名运动员、裁判员来深圳参加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系列活动。253名台湾中小学棒球选手1对1入住深圳学生家庭，两岸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建立起跨越海峡的朋友圈，成为棒棒的朋友。您在今年两会提出的建议以棒球为媒介，深化两岸青少年融合交流的提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棒球运动在台湾普及率高、参与率高、辐射性广，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台湾的青少年都特别喜爱。深圳在打造全国棒球之城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未来深圳应该充分发挥双区驱动、双区叠加的效应，通过棒球这一媒介搭建两岸青少年交流融合的桥梁。目前，深圳有7个区，约40多所学校开展棒球运动。深圳也是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指定举办城市。林娜建议，未来可以定期举办深台青少年棒球运动交流活动，将棒球运动作为特色运动项目进行扶持和推广。台盟深圳市委会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桥梁之一，下一步还将如何发挥作用呢？我们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发挥台盟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在两岸工作中要坚持往心里走、往实里做的理念开展工作。抗击新冠疫情也是今年全国两会的关注焦点。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在今年全国两会第2场部长通道上介绍应对新冠疫情的科研工作时间时表示，中国正在积极研发广谱药应对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今年又有一个重组蛋白疫苗附条件上市 ，mRNA 疫苗和 DNA 疫苗也进入3期临床试验。另外，张伯礼院士也就香港疫情防控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周二上午举行的第2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中，有记者提问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攻关进展。王志刚表示，中国能够成功控制疫情，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科技。我们从一开始就是5个方向，这5个方向就包括了疫苗、药物、检测试剂、动物模型和这个溯源5条技术路线。在疫苗方面，王志刚介绍，今年又有一个重组蛋白疫苗附条件上市，还有2条技术路线取得积极进展，一个是 mRNA 疫苗已经进入3期临床试验，另一个是 DNA 疫苗也进入3期临床试验。
关于药物研发，王志刚表示，一个中和抗体药已经附条件上市，还有3个小分子药进入了3期临床试验，另外还有一些中和抗体药、小分子药、中药都在积极研发中，表现出很好的前景。王志刚强调，科技进步让中国在抗击疫情时有了更快的反应速度。我们03年 SARS 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一时都没搞，很长时间没搞清楚怎么回事。那么这次这个新冠肺炎出来了以后呢，我们7天就知道它的病毒基因图谱，再过7天我们拿出了检测试剂。现在检测试剂可以达到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用数据来讲吧，一个检测试剂的一个系统1天可以检测20万份样本，所以现在能力是大大提高。王志刚表示，科技的手段越多，方法越多，防控的方案就会越丰富。科技部还在积累科技上的一些手段和工具以及产品。等到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过去了，我们留下什么？要留下来的可能是我们怎么在平时防御，怎么像这个战时，像疫情来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的、平滑的，并且有效的转换。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周二接受了深圳卫视记者专访，就两会热点议题、俄乌局势等分享其洞察。采访中，身为西方著名历史学家，被称为当代石景谦的拉纳米特，多次从宏大深邃的历史视角解读当下局势。他强调，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总是惊人的相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的许多问题都有前车之鉴。拉纳米特认为，在当前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努力参与构建、维持和平稳定的全球环境，与世界各国通力合作，追求共同繁荣发展。一起进入今天的外眼看两会。拉纳米特表示，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发展权益保障是今年两会中他最为关注的议题，而充分公平的教育资源供应和就业机会不仅是中国，同样也是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正在共同努力实现的目标。Number one is the concentration on education provision being rolled out even further, particularly in rural and other areas that have not had as much concentration as the urban. But let's take the other end of the scale. So a lot of very smart people are getting degrees, they're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but the work opportunities,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m at the end are not always as broad as they might be. Now, this isn't a problem that's exclusive to China.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are also saying we're getting a better educated population, but do we have the job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accommodate them? But some of the elements that you see being discussed in the two sessions are actually in some ways quite similar to issues in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自2014年以来，推广全民阅读这一概念已连续第9次被写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拉纳米特认为，提倡全民阅读可谓是每一个社会无可争议的首要任务之一。And I would say that gathering, that kind of knowledge, the capacity to be able to read, is a central part of making judgment. Things move fast, and you have to have the knowledge to make judgments. If you only ever read things that say that you're right and that agree with you, you will only learn in a very narrow way. To learn how to respect what other people say that may be different is, I think, a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part of using reading in the most productive way possible. 周一，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原因错综复杂，解决复杂问题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而不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中方愿继续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在需要时与国际社会一道开展必要的斡旋。It's been almost a year since we last talked. A lot of things happened in this time. Many are saying that our generation has been witnessing the changing global pattern that has never been experienced or imagined before. So as a historian, how do you see these changes? Does history simply repeat itself? What are the unprecedented elements? One is a famous saying, which is that history never repeats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 In other words, that you can find similarities in some of the events of today. People looked in history. People looked at those turbulent situations and realized they had to find structures
and frameworks that enabled states to coexist with each other in a peaceful manner and where rules were followed, including China, of course, in the 20th century, negotiated new world orders. So that's one thing that is precedented. There are previous examples. 拉纳米特认为，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努力参与构建维持和平稳定的全球环境，与世界各国通力合作，追求共同繁荣发展。I think that if there is one particular factor that everyone has to keep in mind, but it's going to be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it is working out how that new world remains stable. Right now, the world is in a different situation compared to a year ago. Working out how we get back to a world where actually post-pandemic environments are relatively stable and even. How ca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get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actually that global health agenda is followed? This is going to be another huge challenge, and where China can certainly play a role, but it's going to have to be as part of a 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 effort. 周二正值38妇女节，采访的最后，拉纳米特也向中国女性表达了祝贺与期待。Today is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to women in China? Now, today we live in a very different sort of situation, but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still ha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significance because it's a reminder that those battles, all of these figures are people whose legacy has taken the world, men and women, a very long way, but it has not yet been resolved. So I think one should think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as a work in progress. It's worth celebrating, but it's also a reminder that there's a very long way to go, but it's always about pushing forward. 欢迎回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周一外长记者会上就乌克兰局势再次强调中方态度和立场。当天，王毅还应约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电话，表示中方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为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在周一的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表示，解决复杂问题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而不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王毅就化解乌克兰危机提出4点主张，还就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提出6点倡议。当天，王毅还应约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电话。博雷利表示，现在最要紧的是停火，避免再发生大量人员伤亡。欧方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希望中方发挥作用，鼓励促成停火，推动当事方走上谈判和政治解决的道路。王毅表示，制裁解决不了问题，升级制裁反而会使局势更加复杂扩大。当务之急是避免人道主义危机。王毅强调，要鼓励俄乌双方举行和谈，希望国际社会支持俄乌进行认真谈判，不仅要谈下去，而且要谈出停火、谈出止战、谈出和平。中方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为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希望看到欧方将来同俄方就欧洲安全问题进行全面认真的对话。王毅外长的这个发言和表态呢，还是以我们的一贯立场，而且是我们一贯立场的这种延伸和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阐述。通过这个施压导致另一方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这种选择，本身就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特别长远的，是宏观考虑的这样一种这种做法。央视新闻报道称，当地时间周一，俄乌代表在白俄罗斯举行第3轮谈判。乌克兰谈判代表团成员表示，与俄罗斯关于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方面的磋商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双方还将继续进行谈判。此次谈判在改善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的物流运输上有一点成果。据悉，乌克兰与俄罗斯外长将于周4在土耳其举行会谈。各方的这种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是在一个冲突之内的这样一个谈判，可能还掺杂着很多其他的这个因素所以说双方能够在短时期内达成一个人道主义救援的这样一个初级的目标，在我看来已经是往前走了一步了。当地时间周2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了一段视频。泽连斯基在视频中展示了所在地点的窗外景色，并强调自己仍然处于基辅，并且无所畏惧。他表示，在没有找到实现和平的方式之前，乌方将继续与俄罗斯谈判。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召回正在境外执行维和任务的乌克兰士兵，以参加针对俄罗斯的战斗。
此外，英国批准泽连斯基于周二下午5点向英国下议院宣读一份声明。泽连斯基将会通过视频连线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并将再次呼吁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设立禁飞区等同于向俄罗斯宣战。北约也明确表示拒绝设立禁飞区，因为这将导致北约战机与俄罗斯直接交火。美国也明确表示拒绝设立禁飞区，但美国并未停止拱火。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令向欧洲增派500名士兵以及军备力量，以进一步支援北约。目前，美国已经有大约10万名军事人员轮流或者是永久驻扎在欧洲。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发布的消息证实，美国2艘导弹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和弗雷斯特·谢尔曼号进入波罗的海区域，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已经开始密切监视美国军舰的行动。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在乌当地的生物实验室也引发广泛关注。据悉，美驻乌使馆已紧急删除涉及实验室的信息。在周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这些生物实验室内存储了大量危险病毒。俄罗斯还在军事行动中发现美国利用这些设施开展生物军事计划。而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乌有26个生物实验室和其他相关设施。美国国防部拥有绝对控制权，乌境内所有的危险病毒都必须存储在这些实验室，所有的研究活动都由美方主导，未经美方许可，任何信息都不得公开。当前形势下，从乌克兰和周边地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出发，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确保这些实验室的安全，尤其是美国作为最了解这些实验室的一方，应尽快公布相关具体情况，包括存储了哪些病毒，开展了哪些研究。两会日程过半，多项议题受到多国记者高度关注。两会1视角今天聚焦的是周一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记者会。这场记者会堪称中国外交白皮书的精华版。境外媒体最关注的议题又有哪些？深圳卫视驻京记者王贝妮带您走进外媒视角，一起来看两会。两会时间到，贝妮带你走进外媒视角，一起看两会。在昨日举行的外长记者会上，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的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这是1年1度的中外记者与王毅外长的思想交锋时刻。王毅外长的不少金句都荣登了各家媒体的头版头条。第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国际媒体英国路透社记者发问。在答问时呢，王毅外长形容乌克兰危机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并且再次重申了中国始终本着客观公正态度。这样一上来就表明了中方立场。美国 NBC 记者剪出了王毅外长呼吁在俄乌局势上要进行和平谈判。美国 CNBC、AP News 也将报道重心放在了中俄关系上，称当前中国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引用了王毅外长的原话。中俄2国人民的友谊坚如磐石。埃菲社在会上就中俄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是否会影响中欧关系进行提问。那王毅外长则表示，中欧合作已经历经几10年的风雨，任何势力都不能也无法逆转。那么实质上，外媒是否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呢？我们不得而知。但通过梳理本场记者会，我发现了一个重要数字，或许有所启示：加强团结合作，通过合作增进互信，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实际上，在100分钟的发布会中，合作这个词出现了80多次。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大背景下，中方强调合作尤其具有不寻常的意义。